自古就有巾帼不让须眉，就比如体肤从军的花木兰，嫉恶如仇的樊梨花，保家卫国的穆桂英等。而如今也不乏有巾帼英雄，就好比如田径四金花梁小静、韦永丽、孔令威、葛曼棋。他们四人在田径短跑项目上取得过很多优秀的成绩。2018年，梁小静在温哥华田径女子100米决赛上以11秒46的成绩获得亚军。之后，在2019年多哈田径世锦赛选拔赛女子200米决赛上，梁小静上演第8道奇迹，最后50米成功逆袭，超越韦永丽夺冠。随后又在2019年世界田径锦标赛选拔赛女子100米决赛上，梁小静再次以微妙的成绩获得冠军。比赛开始，看启动反应，大家都是在相对一致的状态。梁小静的前程还是更占优，韦永丽在后程在追，梁小静在前程的优势慢慢的保持住，刚做的冲刺11秒27，梁小静呢比距离最赛达标差了0.03阶。而大姐韦永丽是4人之中年龄最大、比赛经验最丰富的，曾经在瑞士赛女子100米决赛上以10秒99的个人最好成绩获得冠军，也是至今为止第3个突破11秒大关的中国女选手。作为综合素质最强、身体性能突出的孔令威，常常在比赛中怒发头筹，争得第一。就好比如在2018年全国田径冠军赛女子100米预赛中，孔令威以猎豹般的速度跑出11秒34的成绩获得冠军，也是他个人100米最佳成绩。冲击力强的葛曼棋常常在起跑的时候爆发出超强的速度，也是往往在前10米的时候奠定出领先优势，再依靠后半程强力的冲击感一举拿下第一。这几个运动员之间呢，应该是太熟悉了，因为他们常年在一起训练。这是中国国家接力队的几大主力：葛曼棋、梁小静还有孔令威。从预赛来看呢，就是梁小静的启动状态还是不错，保持她固有的动作灵动快，但是她的体能状况、后程保持能力，能不能今天挑战一下？比赛开始，启动呢，大家都不是很稳定，有些晃。而葛曼棋她的出发是最迅捷的，中段葛曼棋保持住不错的竞技状态，最后冲刺孔令威还是在往前超，最后是湖南的廖梦雪是稳稳的获得了第2名。葛曼棋的位置跟他们4人是中国田径女子接力的主力军，常常在世界大赛上争金夺银，怒发头筹。就像在2018年亚洲锦标赛女子100米接力决赛中，中国队派出的是第1棒梁小静、第2棒韦永丽、第3棒孔令威，最后1棒是葛曼棋。在比赛开始的那一刻，他们4人准备时的状态十分放松，早早做好了准备。في الحارة الرابعة منتخب تايلاند، ثم في الحارة الثالثة إذا نهائي اللعب鸣枪声响后，从第1棒梁小静起跑速度快，开始就冲到了第一。第2棒的韦永丽直道冲刺相当精彩，他拿到接力棒后一直在扩大领先优势。接着第3棒孔令威与对手的距离反而被拉近了一些，还有最后的不到100米的距离。最后1棒的葛曼棋再次发力，关键时刻进行冲刺，没有给对手任何反超的机会，把他们甩在了后面。最终葛曼棋以42秒87的成绩冲过了终点线，中国队获得了比赛的冠军，全场为之欢呼。
创造前所未见的速度，安徽女飞人李玉婷最后50米狂飙，甩开日本选手夺第一。大家好呀！就在2023年7月16日举办的亚洲田径锦标赛上，中国2个女飞人表现亮眼，她们就是女版苏炳添、袁琪琪和高冷女神李玉婷。李玉婷21岁，是安徽省阜阳人。很小的时候，短跑天赋就被老师发现，在国家的培养下，李玉婷不仅在接力赛表现出色，就连女子100米和200米的项目上都拿到过全国冠军。本次亚锦赛200米的预赛上，李玉婷拿到黑色第8道。这个运动员的挑战十分大，人类奔跑的时候不自觉看向右边，但是第8道右边空空如也，所以弯道起跑的不适和看不见对手的无奈，李玉婷只能靠自己克服，还要时刻小心日本主力之一，这位一看就是训练很猛的阿里莎。不过她是在第3跑道，让我们直接看到比赛吧。中国姑娘太厉害了，直接甩开了日本选手，以23秒99的成绩拿下了小组第1名，成功晋级半决赛。阿里莎追得那么猛，拿到了第2的名次，成绩是24秒12。在李玉婷准备半决赛的时候，让我们看到袁琪琪的表现如何。袁琪琪28岁，江苏张家港人，特别擅长100米和200米。本次比赛位于第4跑道，而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则是位于第7道，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。让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吧。在最后的冲刺阶段，袁琪琪奋力冲刺，最终以24秒62的成绩拿下第4名，成功晋级决赛。第1名是哈萨克斯坦的选手，他打破了24秒大关，跑出了23秒98的好成绩，是预赛第1名。让我们看到半决赛。半决赛还是分成2组，首先看到袁琪琪，这一次中国选手位于第2跑道。只有成绩在半决赛中位于前8名才能进入决赛，8位选手都十分紧张。终于比赛开始了。很遗憾，袁琪琪在群狼环伺的情况下拿到了第6名，成绩是24秒00，比预赛提高了 0.65秒。但是这场比赛有5个人打破24秒，甚至印度选手亚吉拉跑出了23秒29的好成绩，实在是不容易。现在就剩下独苗李玉婷了。得益于预赛的良好表现，李玉婷这次是在第5跑道的位置，日本选手则在第4跑道。这个安排，日本选手心里笑了，绝对能阻击碾压李玉婷。然而等到比赛开始，他才知道，在真正的实力面前，他的想法都是纸老虎。最终，李玉婷第1个越过终点，日本选手紧跟其后。李玉婷以23秒52小组第1的成绩成功晋级决赛，日本选手再次拿下第2名的宝座。แล้วก็คนที่ทำความเร็วดีที่สุด2คนเดี๋ยวดูอีกครั้งหนึ่งว่าอันดับ3จะเป็นใครสายมานี่ก็เป็นนักกีฬาจากจีนนะครับหลีลู่ติงครับ在本次比赛中，李玉婷直接拉爆了日本选手，全程保持着领先优势。在人群中，李玉婷的身影分外明显，这就是咱们田径的希望啊！大家怎么看？评论区欢迎观众老爷们的来访。现如今，中国田径人才卓越，个个表现的都十分出色。就好比如男子100米，苏炳添起步爆发强，谢震业则是更加稳定。而女子100米那就得有梁小静、葛曼棋，她们2人都是现今女子100米的顶梁柱。而其中最为特别的就是广东女孩梁小静了，她在赛场上有着非常人一般的爆发，而且她的笑容可以瞬间融化你，是如今国内女子短跑突出人物。在100米项目上，梁小静有着超黑人般的爆发。就比如在2019年国际田联挑战赛柏林站，
女子100米预赛，梁晓静和韦永丽同场竞技，韦永丽在第4道，梁晓静在第8道。比赛开始后，梁晓静启动很稳，很快就与第6道选手并列第1。但之后在加速上，梁晓静有些乏力，但还是极力在冲刺，最终第3个冲过线。虽然这次梁晓静加速有些乏力，但梁晓静刷新了个人100米最好成绩。梁晓静的短跑天赋显而易见，前程启动堪称世界级的，但是在后半程，梁晓静加速有些乏力。这也是梁晓静唯一的短板。但是在60米的项目上，他的这一短板便缩小了很多。就像在2018年英国伯明翰室内田径世锦赛女子60米预赛第3组，梁晓静在第3组5道亮相，与获得过上届世锦赛60米亚军的荷兰飞人施佩尔斯同组 PK。Or equaling a personal best this winter. Lloyd is one of the more comfortable heats. We're obviously keeping an eye on fastest losers. Bianca Williams still the quickest after 2. There are 6 heats. Ashley Phillip, of course, going for Great Britain, our other competitor in this 60 metres. All of the contenders will just be having a little eye on each other in these heats. Not too scintillating in terms of times yet. 发令枪响后，梁晓静表现非常不错，出发反应时间是0.167秒，从始至终都没有松下来，保持全力冲刺姿态。前20米一度与施佩尔斯齐头并进，最终跑出7秒24，以小组第3直接进入半决赛。施佩尔斯跑出7秒19，获得小组第1。梁晓静在前20米就并列在第1了。但是由于后程加速没有大长腿选手那么有优势，所以导致后程加速有些乏力。但无论如何，梁晓静能够以1.56米的身材让荷兰飞人施佩尔斯刮目相看。施佩尔斯可是北京世锦赛女子100米冠军的得主，曾击败过世界第1飞人汤普森，能得到他的认可，可见梁晓静的天赋实在惊人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有喜欢田径的小伙伴，记得点赞关注一下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会，拜拜。慢慢的保持住，看看最后的冲刺，11秒27，梁晓静呢，以距离世锦赛达标差了0.03，就是基本上达标的水平，获得了这次挑战赛跟这个达标赛的冠军，还是赢在了前30米这个启动。梁晓静11秒27获得了这次比赛的冠军。韦永丽呢是一直紧随其后，11秒38。葛曼棋11秒49。葛曼棋今天的决赛的表现，跟我们预想可能还是有点差距的。因为葛曼棋在今年呢也是连续跑到高水平，刚才我们介绍了，他在洛桑，然后呢在东京都跑到了11秒04、11秒05，11秒就是边上的边上的成绩了。今天这个49呢，葛曼棋在今天后程有点跑崩了啊，他这个整个后边我们感觉能力不足有点。梁晓静把整个启动节奏呢带到了一个高水准，而且他一直用这个速率压制人家。对，换句话说，我们看的这个葛曼棋呢，就是由于体力问题而带来这个跑的技术的一个微小的变化。对。从这个动作，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女子短跑的全程跑的技术，应该说较以前来说，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进步。但是从世界高水平来看呢，就是连续比赛的能力、持续比赛的，您看两枪之间。